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今天我们重点关注 AI 云计算领域的巨头 Oracle 甲骨文公司以及亚马逊的情况。这两只科技股在最近一个月都有较大的跌幅，我们是否可以逢低买入他们的股票？此外，流媒体公司 Netflix 在10月21日收盘后发布了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因为 EPS 净收益不及市场预期。Netflix 的股票在10月22日单日暴跌10%。查理会为大家深入解读一下 Netflix 的财报数据，看看公司的基本面有没有变化，我们能否趁着 Netflix 股票回调抄底他家的股票，还是应该再等等，因为奈飞持续下跌的风险比较高。CRI 投资组合在本周有哪些新的交易？在本期视频中，查理会一一解答这些问题。好，我们先来看看 Oracle 公司的情况。甲骨文在湾区的红木城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园区，离查理的公司很近。我经常去附近的湿地公园散步，环境非常优美。Oracle 是做数据库起家的，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企业级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是世界上排名前5的软件公司，在业内市值仅次于微软、谷歌、亚马逊和 Meta。甲骨文拥有庞大的企业客户群体，它的产品已经从单一的数据库扩展到了企业应用软件、硬件系统，以及近几年大力发展的云计算业务。截止到2025年6月，Oracle 的云服务已经有高达440亿美元的年营收，占了总收入比例的77%。可以这么说啊，甲骨文实际上已经从一家数据库公司成功的转型成了一家云计算公司。我们今天就重点聊聊 Oracle 云计算这块核心业务，在过去几个月有什么新的进展。在2025年9月12日，OpenAI 宣布和甲骨文签署了一项价值高达3000亿美元的算力采购协议。根据协议的细节，从2026年开始，OpenAI 将在5年内通过 Oracle 的云基础设施 OCI 购买它的云服务算力。这项合作是川普政府牵头的 Stargate 星际之门项目的一部分，旨在为 OpenAI 提供运行其大规模 AI 模型所需的海量计算能力，同时确保它能够获得所需的4.5吉瓦的电力容量。早在今年1月，川普刚入驻白宫的时候，OpenAI、甲骨文和软银公司就共同宣布，在未来4年内向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建设10吉瓦的 AI 基础设施。而 OpenAI 和甲骨文在9月公布的协议，将为星际之门项目增加4.5吉瓦的数据中心流量。那截止到2025年10月份，星际之门项目计划中已经确定有新建5个 AI 数据中心基地，总容量已接近7吉瓦，而且未来还会有新的投入。毫无疑问，和 OpenAI 的合作对于 Oracle 公司市值的整体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消息公布之后，Oracle 的股价在9月中旬冲到过345美元，甲骨文瞬间从一家市值为6600亿美元的大公司变身成市值达到9410亿美元的准巨头。除了和 OpenAI 的合作，Oracle 也在和 TikTok 在数据安全和云服务等领域展开合作。因为甲骨文的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Larry Ellison 和川普关系非常密切，美国政府因此授权给 Oracle， 让他对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负责。TikTok 已经将美国地区的用户数据迁移到了 Oracle 管理的云服务器上，这也是德克萨斯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构建一个和中国隔离的环境，保证美国数据的安全性。更为重要的是，Oracle 不仅管理 TikTok 的数据，还监管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ByteDance 的推荐算法，这可是非常核心、价值连城的商业机密。在可见的未来，不管最后是谁收购了 TikTok， 甲骨文都将持续为 TikTok 提供云服务和数据安全方面的保障。对于 Oracle 而言，这会为其持续带来重大的云服务托管业务，从而让它变成和 Palantir 一样，在处理复杂的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等应用程序方面提供全球领先的服务，非常有前途。
那在上周四，Oracle 公司还发布了2030财年的营收展望。公司预计，它在云基础设施方面的营收收入届时将高达1660亿美元。甲骨文的 CEO Clay Magouyrk 对华尔街的分析师表示，除了 OpenAI，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客户预定了 OCI 云服务，公司订单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他的 CFO 表示，到了2030年，甲骨文的年度总营收将高达2250亿美元，每股净收益会达到21美元每股，比现在1.5美元的 Non-GAAP EPS 足足翻了14倍以上。当然，在 Oracle 的乐观蓝图之下，隐藏着巨大的资本支出的隐忧。10月20日，JP Morgan 的分析师就将 Oracle 股票的评级从买入降为持有，因为公司在扩张其 AI 基础设施的时候，会大大加剧其资本支出，这就会导致 Oracle 在近2年的净利润可能会有所下滑，甚至达不到市场的预期，从而加剧股价的短期波动。单单在2025年，甲骨文就要在资本支出方面花掉350亿美元，而且明年的开销会更大。虽然 Oracle 的目标是成为像亚马逊的 AWS、微软的 Azure、谷歌云服务那样的顶级云服务提供商，但是这个差距不可能在2-3年内就能赶上，因为其他的科技巨头也在加速布局 AI 云计算的基础设施，AI 算力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如果我们看 Oracle 股票的 EPS 每股净利润的增速情况，会发现它的 EPS 在2025和2026年增速只在15%左右，也就比标普500指数平均12%的 EPS 增速高那么一点点。然而，到了2027和2028年，Oracle 的 EPS 年增速会暴涨，达到每年37%的 EPS 增速。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2026年秋季美国参众两院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重新夺回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么川普的政策在2026年以后可能没办法像今年那样推行得如此顺利。尤其考虑到美国总统2028年换届选举，如果民主党重新执掌白宫，保不准甲骨文在政府方面的订单被分配给其他的竞争对手。考虑到资本支出等不利因素 ，Oracle 的股价在过去30天有高达17%以上的下跌。目前，甲骨文的股价在270美元到280美元之间震荡。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看 Oracle 在2025年的 YTD 年收益，还是有高达64%的涨幅，整体表现非常亮眼。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认为，Oracle 的股价可能在接下来几周在250美元至280美元的区间反复震荡，形成一个新的平台结构，然后随着2025年年底圣诞的行情再重新向上走高，和 AMD 公司在7月下旬到9月底的情况非常类似。为了稳妥起见，系统建议，如果您对于甲骨文公司感兴趣，可以把资金分成2到3份，在接下来几周内分批建仓买入 Oracle， 然后坐稳扶好，拿着不动即可。在280美元以下买入甲骨文，目前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投资机会。毕竟 Oracle 也是处于 AI 浪潮顶端的风口型企业，而且凭借着 Larry Ellison 和川普的密切关系，甲骨文至少在接下来1年内能够从中谋取巨大的利益，值得我们在高位买入持有。查理的 CRI 投资组合就是在10月21日以279美元的价格买入了182股的 Oracle 股票，占了总仓位的5%。考虑到它目前的本益比 PE ratio 还处在63的高位，查理认为把甲骨文的持仓控制在总资金比重的9%以内是比较安全且保险的做法。我也会持续持有他家的股票，等到2026年再根据情况看看要不要趁着 AI 泡沫的末升段逢高卖出 Oracle， 止盈套现离场。届时查理也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离场的时机，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好，聊完了甲骨文，我们再看看云计算领域的 No.1 科技巨头亚马逊的情况。在10月20日 ，AWS 云服务突然宕机，直接导致使用 AWS 的众多企业的网络应用程序崩溃，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Snapchat、Reddit、Discord、Zoom、Roblox 等社交游戏类软件，以及像 Coinbase、Robinhood、Venmo 等金融服务平台。
AWS 直到美东时间的周一傍晚才完全恢复正常运行，导致本次大规模断网的持续时间长达15个小时。这起事故也从侧面说明 AWS 云服务在全球的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Amazon 的麻烦事儿还不止这一起。在9月25日，亚马逊承认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控诉。多年以来，亚马逊以欺骗性的用户界面设计诱导网购的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点选注册了 Prime 会员，并且公司还故意在用户试图取消会员的时候设置复杂的障碍，以此来留住付费会员。和 FTC 达成和解的条件就是亚马逊必须支付高达10亿美元的罚金给 FTC，同时公司还必须支付15亿美元用来退还给受影响的 Prime 用户。那符合条件的客户最多可以获得50亿美元的退款。Amazon 还承诺将立刻整改它的网站界面，让用户注册或者取消 Prime 会员变得更加简单直观。那总的来说，亚马逊得花25亿美元来平息这场官司，也会对其在 Q3的财报数字带来不利的影响。此外，《华尔街日报》援引公司的内部文件称，亚马逊计划在未来几年通过机器人和自动化取代或者避免招聘多达60万在美国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仓储和物流领域。这显然不是一次性的裁员，而是亚马逊正在进行新一轮的 AI 驱动的效率提升。公司正在利用自动化来减少未来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此举绝对是利好 Amazon 股票 EPS 长远增长的，然而也肯定会提高美国的失业率。那如果你问我2025年最惨的科技巨头是哪家，答案当然是亚马逊。可以看到 Amazon 股票截止到10月22日，价格还在220美元以下，比它在今年元旦的价格还低了0.69美元 ，YTD 年收益为负的0.3%。要知道，2025年表现第二差的巨头苹果公司，它的股价现在也有6%的年收益，而且随着 iPhone Air 的大卖，苹果的股价创新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然而，查理依然非常看好亚马逊股票的长期表现。我认为，在220美元以下的价格，都是买入 Amazon 的不错入场机会。要知道，亚马逊当前的本益比 PE ratio 只有33，要远低于它在过去5年的平均 PE 54，属于被市场暂时低估的状态。这也给我们散户朋友逢低建仓提供了好的时机。如果我们看 Amazon 股票的 EPS 增速情况，会发现亚马逊在2025年的净利润增长有21%，是市值1万亿美元的巨头里增速非常高的。虽然到了明年它的 EPS 增速会略有下滑，来到14%左右，但是从2027年开始，Amazon 的 EPS 又可能开启高增长的模式，达到20%以上的年增幅。它的 earnings 表现非常强劲，这也是查理看好亚马逊股票的底层逻辑。截止到10月23日，亚马逊的股票已经占了 CRI 投资组合高达20%的仓位，是仅次于 Meta 的第二大持仓。查理在过去3周有持续逢低加仓亚马逊，目前的平均持有价格在217美元附近。我会长期持有 Amazon，直到它创造新的历史高点，再考虑要不要止盈部分的仓位，去追逐未来更有潜力的股票。除了正股之外，查理还买入了带2倍杠杆的亚马逊 ETF AMZU，它现在占了投资组合仓位的5%，已经有3.3%的浮盈。由于带杠杆的单只股票 ETF 风险性要高很多，查理会比正股在更早的时候卖出止盈 AMZU。如果您的投资风格是偏向稳健型的，那就直接买 AMZN 的股票即可，不需要冒险买带杠杆的单只股票 ETF，因为虽然涨起来 AMZU 的速度是 AMZN 的2倍，但是如果 AMZN 股票有下跌，你将承受双倍的损失。投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一下。好，聊完了甲骨文和亚马逊这2家科技巨头，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娱乐业的 No.1 流媒体公司 Netflix 奈飞的股价和财报表现。可以看到 Netflix 的股票在10月22日呈现瀑布式的下跌，单日蒸发了10%的市值，而到了10月23日，它的股价还在持续下行，现在已经来到1100美元附近。
我们很可能看到 Netflix 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下探到$1000的范围。那导致奈飞暴跌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25年第三季度的 EPS 每股净收益只有$5.9，比市场预期的$6.9要足足低了15%。虽然 Netflix 的管理层一再表示 EPS 不及预期，主要是由于和巴西政府在税务方面的纠纷，导致公司花了$6.19亿来摆平这个税务的问题。然而，因为 Netflix 的股票原本就处在被高估的状态，而它的本益比长期维持在50以上，那现在不好意思啦，你的财报 earnings miss，不管你什么理由，华尔街必然开始砸盘的表演。那让我们来看看 Netflix 财报的具体数字。其实奈飞的核心业务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它的 Q3 总营收达到了$115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公司的自由现金流的增长也很迅猛，有$27亿，比去年涨了23%。实际上，Netflix 在2025年全年的自由现金流预期从原来的80到85亿美元上调到了90亿美元，显示出公司强劲的赚钱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奈飞的广告业务表现得尤其出色，预计今年全年的广告收入将翻1倍以上。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小朋友啊？Netflix 最新出品的奇幻动画电影《K-pop Demon Hunters》，中文名叫《K-pop 猎魔女团》，在北美的青少年中大受欢迎。塔里上1年级的小朋友每天回家都哼它的主题曲，模仿电影中女团的武打动作。包括 Netflix 前2年出品的韩剧《鱿鱼游戏》，这些热门影视作品大大提升了用户的参与度，驱动着公司收入的增长。只要你有优质的娱乐产品，你就可以提高订阅费，也会有更多付费会员的加入，而广告商也更愿意花大价钱在 Netflix 的平台上打广告。总体来讲，Netflix 财报本身算是喜忧参半，尽管由于巴西税务的纠纷导致公司净利润数据有点难看，但是 Netflix 的营收和核心业务指标，包括广告收入、用户参与度和自由现金流，都显示出持续上涨的强劲势头。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查理想立刻马上买入 NFLX 的股票做长期投资的准备啦。答案是别着急，我们可以再等等。可以看到，虽然公司基本面还不错，但是它的股价自7月初达到历史高点$1293之后，在接下来3个多月内持续下降通道的走势。截止到10月23日，Netflix 已经跌去了15%的市值。查理认为，公司股价下跌的核心原因还是之前的股价被炒得有点过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市场在均值回归，逐步修正 NFLX 被超买的状态。那么我们需要等到什么样的价格才是投资 Netflix 的好买点呢？这就需要我们来聚焦 Netflix 股票的每股净收益 EPS， 看看它的营收增速和本益比能不能相匹配。在25年和26年，Netflix 的 EPS 还能保持25%到30%的年增速。然而，从2027年开始，它的 EPS 增速会逐渐放缓，从25%以上下降到20%左右。这对于高成长性的股票是非常不利的影响。尤其考虑到 Netflix 的本益比现在还有48，1年后的前瞻本益比也在40以上。我们现在还不能太急着抄底 Netflix 的股票。那比较稳妥的做法是等 NFLX 的股价至少在周线级别企稳，有止跌形态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建仓买入。如果现在就接飞刀，确实太冒险了。事实上，在资本市场中，一家公司股价的下跌，往往是先于其 EPS 增速的放缓，非常正常。这种现象也叫做戴维斯双杀。对于投资成长股的朋友，千万要特别小心。我们可以看看 Adobe 股票的历史走势，就可以发现这个典型的规律。Adobe 当年也是资本界的宠儿，有 AI 科技光环的加持。它在2024年1月份的股价高达$635每股，当时的本益比为50左右，和 Netflix 现在差不多。然而，在接下来长达1年09个月的时间里，Adobe 的股价总体跌幅高达45%。现在，它的价格横在了$352，本益比已经从50下降到了现在的21左右。在2025年，Adobe 股票的 EPS 增速也有14%，算是 OK 的。然而，
就是因为成长性不及华尔街的预期，导致其股价有如此大的崩跌。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 PayPal、Zoom 等科技股都是典型的案例。如果我们把 Netflix 和它的直接竞争对手迪士尼公司的股票做对比，会发现 Netflix 当前的市值在4700亿美元，本益比为48，PEG 是1.6，而迪士尼的市值只有2030亿美元，还不到 Netflix 的一半，它的本益比也只有17，PEG 更是只有1。当然，迪士尼有一半的业务是实体的游乐园、豪华邮轮等项目，这和 Netflix 完全线上的流媒体模式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仅仅从本益比和 PEG 的对比来看，各位是否觉得奈飞目前1100美元的价格还是稍微有点偏贵了呢？那目前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预测，Netflix 的股票最有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徘徊在920美元到1060美元的范围，它的本益比也会从现在的47左右逐步下降到38至40。查理个人还是非常看好 Netflix 公司长远发展的，毕竟它的数字影视作品也是在引领时代的潮流，而 AI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会为 Netflix 带来新的增长机会。但是，考虑到高成长性股票的波动性，我会把投入 Netflix 的资金控制在总体资金的7%以下，而不太敢像亚马逊或者甲骨文那样投10%以上的仓位来买 Netflix。毕竟，娱乐业和时尚潮流不是刚需，更有很多强有力的竞争者，包括 Disney Plus、Amazon Prime Video、HBO、Hulu、YouTube 等等，在这个赛道上，各位朋友们要好好考虑一下投资的风险性。可能做波段短期套利交易是不错的选择。好，接下来是 CRI 投资系统在10月23日对美股、短期美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最新持仓配置。我的 AI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股票市场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等，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那和上期节目一样，系统还是维持93%的资金配置在美股指数或者有潜力的个股中，剩下7%的资金配置在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上。系统依然不建议买入黄金或者积攒现金，这是因为标普500和纳指依然维持在长期看好的牛市走势中，我们当前不需要过早止盈离场，而应该继续坐稳扶好，待在车上。当然，如果以后美股大盘有持续下跌的风险，CRI 系统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预警。点击订阅查理斯木，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的更新啦。这是截止到10月23日 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我们严格按照 AI 系统的仓位配置，把7%的资金放在 IBIT 上，其余93%的仓位都买入了科技股以及标普500动量指数 ETF SPMO。那在本周的早些时候，查理有止盈部分 SPMO 的仓位，把获得的资金用来建仓买入 Oracle 的股票。目前 Oracle 的股票占了总资金的5%。那带2倍杠杆的 Oracle 股票类 ETF ORCX 也占了资金比重的1.5%。交易结束之后 ，CRI 投资组合排名前5的持仓分别是 Meta、亚马逊、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比特币 ETF IBIT 以及 Adobe。查理对于重仓的科技巨头 Meta 和 Amazon 的股票，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表现非常有信心，期待这2笔投资能为 CRI 投资组合带来持续上涨的动力。我也会定期更新 CRI 系统和投资组合的持仓变化，请朋友们保持关注。那我们是在9月9日开仓了 CRI 投资组合的展示账户，起始资金是100万美元，查理不会再往里面追加投入1分钱，这样可以方便朋友们看看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长期表现怎么样，能不能跑赢美股大盘。那到了10月23日，这个展示账户的总价值已经涨到了103万美元，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内有3%的涨幅，整体表现还行。希望到了今年年底，CRI 投资组合能够突破110万美元的大关，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 Oracle、亚马逊和 Netflix 这3只大科技股的走势有什么想法？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来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
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